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师范大学付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自然界中岩层的入土形态特征及岩层的厚度特点。自然界中岩层的产出状态主要是水平岩层、直裂岩层和群线岩层。由于受到地形的影响，它们的入头有着各自的特征。比如水平岩层的入头形态主要取决于地形坡度及岩层厚度，其在地质图上面表现为与地形等高线平行和重合。而直裂岩层的入头形态不受地形的影响，它的入头主要是取决于岩层的厚度，并且在地质图上面是一条直线。但是群线岩层的入头形态则复杂得多，其既受到地形的影响，又受到岩层产状主要是群相的影响。其受地形的影响程度介于水平岩层和直裂岩层之间，表现为与地形等高线呈交切关系，并有一定的规律，即属于 V 字形法则。V 字形法则是指入头横膈、沟壑和山脊时，岩层入头线与地形等高线均呈 V 字形形态。根据岩层产状、地面群相及坡度不同， V 字形的形态也有所不同。这种规律称为 V 字形法则。它其主要特征如下：V 字形法则特征之一，简称相反相同小，或者说反向同弯曲柱小。当岩层群相与地面坡向相反时，岩层界线与地形等高线的弯曲方向一致，即在沟壑处，岩层入头线的 V 字形阶段指向沟壑的上游，而在穿越山脊时，V 字形阶段指向山脊的下坡。但岩层界线的弯曲处总是小于等高线的弯曲处。V 字形法则特征之二，简称相同大相反，和简称坡缓层陡弯相反。当岩层群相与地面坡向相同，且岩层的群距大于地面坡度距的时，岩层入头界线与地形等高线呈相反方向的弯曲。在沟壑地方，界线 V 字形阶段指向下游；在山脊上， V 字形的阶段指向山脊的上坡。V 字形法则特征之三，简称相同小相同大，和简称坡陡层缓曲柱大。当岩层群相与坡向相同，岩层群距小于地面坡度距的时候，岩层的入头界线与地形等高线的弯曲方向是相同的。但在沟壑中，岩层入头界线的 V 字形阶段指向上游，在山脊上，其 V 字形阶段指向山脊的下坡。至于第一种情况下所表现的形态不同之处，在于其入头界线的 V 字形的弯曲处大于地形等高线的弯曲处。V 字形法则的总结，上述三种情况都表明，在地层没有发生倒转的情况下，在沟壑中，岩层界线的 V 字形的阶段指向新地层。V 字形内部开口处为相对老的地层，在山脊处刚好相反。V 字形法则不仅适应于层状地质体界面的入头线的分布形态，也适应于一切较平坦的构造面，如断层面、不整合面等。因此，这个法则对于野外观察构造现象和填绘地质图、分析大比例的地质图都有非常重要的帮助。而在中小比例的地质图上面，岩层入头界线形态主要受到岩层走向变化的影响，地形的影响在这种图上面表现不出来。根据上面对 V 字形法则的描述，我们发现1、3两种情况相似，不同的是后者 V 字形岩层界线的弯曲处大于等高线，而前者 V 字形的岩层界线弯曲处小于等高线。
下面我们介绍岩层厚度的概念。岩层厚度一般是指岩层的真厚度，是指岩层的两个平行截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如图中的小 h。岩层除真厚度之外，还有实厚度和侵蚀厚度。所谓实厚度，在于岩层走向斜角的直立坡面和在于岩层面不垂直的任何方向的非直立坡面上所测到的岩层顶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图中的 HP 就称为实厚度。侵蚀厚度是指岩层顶底面之间的牵制方向上的厚度，图中的大 H。石油钻井过程中，直径所钻入的地层的厚度实际上就是岩层的牵制厚度。真厚度小 h 与侵蚀厚度大 H 之间有一定的几何关系，小 h 等于大 H 乘上科赛阿尔法，阿尔法是地层的正旋角。当阿尔法等于0的时候，科赛阿尔法等于1，即岩层水平的侵蚀厚度等于真厚度。当阿尔法大于0的时候，科赛阿尔法值总是小于1，故倾斜岩层的侵蚀厚度往往大于真厚度。当岩层产生不变时，在任何方向的坡面上所测到的岩层的侵蚀厚度都是相等的。除了厚度之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要计算岩层的埋藏深度。岩层的埋藏深度是指地面某一点到目的层的顶面的牵制距离，一般根据岩层的已知点到测称点的距离来计算，岩顶的高差和岩层铲状要素等数据来计算我们的埋藏深度。从这 A 到 O 的距离就是 BC 矿层的埋深。在石油钻井中，直径所钻入目的层的顶面的进出深度就是该目的层的埋藏深度。下面举例说明埋藏深度的计算。如出所示，已知 A 井、C 井处的高程。A 井钻入 M 矿层顶面的深度 AB 等于 H， 地层倾角为阿尔法，地层厚度为 T。要求求 C 点处钻入 M 矿层顶面和底面的深度。顶面深度 CE 等于 AC 两地的高程差加上 H， 就 A 处的钻入目的层的深度，加上 OE 等于 OB 乘上摊力阿尔法。底面深度 CF 等于 CE 加上 EF 是地层的牵制深度，等于 CE 加上 T 除上科赛阿尔法。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各种岩层的入土形态，它们在地质图上的表现，并且介绍了岩层厚度特点以及岩层的埋深的计算。谢谢大家。